注意看，前方这位摩托老哥居然当着阿 Sa 的面开始戴头盔，接着便是不慌不忙的开始挂档，哎，没挂上，那还得再踩一次。好家伙，老哥的这点小心思，阿 Sa 全看在眼里。老哥的这熟练度看得叫人忍俊不禁。如此悠哉，他真的能走掉吗？但就在阿 Sa 以为今天可以手拿把掐时，老哥却是爆发出了惊人的速度。警灯一开，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GSP 佐治亚州的阿 Sa 杰森正在巡逻，本以为是一个平常的夜晚，身后却是突然出现了引擎声。一位摩托老哥丝毫不讲情面的超过了阿 Sa，于是阿 Sa 立刻打开氛围灯，示意他靠边停车。也不知道这老哥是怎么想的，超过了阿 Sa 之后，居然又开始乖乖的靠边，看来是刚才没有认出阿 Sa。眼看老哥停车，阿 Sa 示意老哥熄火，把车钥匙扔在路边。看样子这位阿 Sa 经验丰富，直接避免了这反跑。这时，老哥不仅让阿 Sa 看清了他的车牌，甚至还摘下头盔，让阿 Sa 看清了他长什么样子。这无异于在说阿 Sa 今天不可能追上他。这个行为对于阿 Sa 来说，就多少有些挑衅的意思了。现在老哥再次戴上头盔，看样子是准备出发。阿 Sa 见状，居然丝毫没有要上前阻止的意思，看样子是被老哥挑衅后胜负欲上来了，想和老哥来场公平的对决。好家伙，见过抢跑的，见过折返跑的，这种倒计时出发的还是头一回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上了赛道呢。就在这时，老哥已经准备就绪，挂好档位的他随时准备出发。阿 Sa 也做好了准备，随时可以和老哥开始这场奇怪的匹配。现在老哥率先动身，看样子是已经就位。看着老哥速度不快，阿 Sa 立刻开灯，想要上去将他逼退。本以为阿 Sa 能趁着这个机会直接将老哥击溃，没成想老哥突然一波加速，将阿 Sa 的计划给粉碎。这一波声浪听得极为舒爽，但对于阿 Sa 来说，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儿。这老哥趁他不注意，直接开始了全速，怕什么怕？好在虽然老哥的提速很快，但两人的极速却是差不多。雷达显示老哥的速度已经达到了220公里每小时，这个速度阿 Sa 刚好可以勉强跟上，但是想要靠近还得等待契机才行。话音未落，前方便出现了弯道，眼看出现机会，阿 Sa 立刻加速就跟了上去，提前切入内弯以备不时之需。从老哥这辆车的外形来看，这应该是一辆比较老款的摩托，排量大约为600cc。这类车型的最高车速大约在240公里到260公里之间，但老哥似乎并不能发挥出这辆车的全部性能。既然如此，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。好，这位老哥居然是位5星大佬，和阿 Sa 的实力旗鼓相当。在同级别的对抗当中，阿 Sa 本来应该有优势，但是面对摩托却是很难单吃，于是阿 Sa 便选择了呼叫队友。现在时速200公里，阿 Sa 虽然靠近了老哥，但是不能 PIT， 就拿他无可奈何。就这样，两人开始了一前一后的拉扯。这仿赛果真是又快又帅，就是坐姿不够舒服。要说舒服，还得是躺在床上靠着神奇小鹿腋毛护颈枕玩，那叫一个得劲儿。它结合了护颈枕加弓穴腰靠加趴睡枕加拉伸枕，类似的都得300-400，小鹿到手只要268就能解锁5种玩法。我最爱趴在上面玩手机，不会尖酸胸闷，反而拉伸了僵直的腰背。兄弟们，躺着玩手机怕砸脸，侧着担心斜视，坐久了又腰酸，那赶紧用上腰背一靠，小胳膊一放，美滋滋玩手机还能丝滑入睡。它的双区高度记忆棉，趴靠仰睡都很舒服，不像外边便宜的记忆棉，只会让我的脖子悬空喊痛。小鹿枕面的科学分区，把头肩颈撑在一条线上，正躺贴合肩颈，侧睡手臂也不麻，睡得好，一觉醒来还能再跑5公里，连枕套都是冰丝的，亲肤透气，随便换洗。想提升玩手机的幸福感，那就速上车，来评论区领券下单，新品活动多，质量售后都有保障，自用送礼也很靠谱。而本应当老哥加速拉开距离时，却是意外突发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老哥的排气管居然像丝娃一样会喷火，这小火苗不烤点串真是可惜。阿 Sa 见状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机，于是立刻加速，想要去到老哥前方，然后配合队友将他逼停。然而才刚和老哥并肩，却发现老哥用脚堵住了丝娃的嘴，成功灭火，并且再次开始加速。好家伙，没想到这样都行，能够如此熟悉这辆车的毛病，看来这车毫无疑问是老哥自己的。而解决掉了喷火的毛病后，老哥的车速明显比刚才更快。阿 Sa 的车踩到了爆震，都快看不见老哥的尾灯。雷达显示老哥的车速已经超过了250公里每小时，这已然超出了道奇充电器的极限。如果再像这样拖下去，恐怕要不了一会儿，这老哥就能成功完成消息。
此时两人的差距已经超过了300米，看样子似乎还在扩大。这场公平的对决让阿 Sa 第一次没有了信心，现在呼叫直升机已经赶不及了，只能希望前方的队友给点力，能将道奇充电器逼到如此地步。这老哥的5星当之无愧，但似乎还差一口气才能彻底将阿 Sa 击溃。要知道 GSP 的阿 Sa 可不是浪得虚名之辈，区300米而已，只要还能看得见就有机会。这时右侧的队友也已经就位，这一下阿 Sa 信心大增，就在准备大干一场时，却意外突发。只见老哥突然滑倒，摩托再次化身为4娃，一路火花带闪电，硬生生的向前滑行了200多米都没停下来。可见老哥摔车时的速度有多快。而据阿 Sa 的报告中所说，老哥摔车时的速度达到了225公里，但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老哥有个减速的动作，所以他的车速大约在160公里到200公里之间。那骑摩托经常摔车的朋友都知道，这个速度滑倒了该怎么办？阿 Sa 往回开了200多米，才看见了躺在草地里的老哥。此时的地上已经一片狼藉，阿 Sa 和队友们纷纷上前查看老哥的情况，才刚靠近就闻到了一股强烈的酒精气味。而蹊跷的是，却发现这老哥没有戴头盔。出发之前明确的看见老哥把头盔给戴上了，但没想到由于没有系好卡扣，所以在摔车的时候被甩飞了出去。此时的老哥时而清醒，时而昏迷。不过万幸的是，这老哥还活着，但是他的状态已经无法向阿 Sa 解释他为什么不愿意停车。经过调查，这位老哥名叫安普雷罗·何塞路易斯，因为无法动弹，所以被直升机空运到了附近的格雷迪医院进行救治。他将被指控超速、鲁莽驾驶、逃离警察、不当变道、未使用转向灯、未保持车道行驶等多样罪名。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明明这么宽的车道，老哥最后却行驶到了草地里。要是按照他所领先的距离，再坚持一会儿，结局还不一定。这一战让老哥直接从5星大佬掉成了2星小黄鸡。好了，随着老哥失去了自己最后的自由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再次友情提醒各位，摩托骑帅不骑快，哪怕小贱女也别忘记把头盔戴。平时可以被笑话菜，但是安全一定要常在。最后补充一点，因为家人住院在进行陪护，为了尽可能的不断更，所以解说都是在附近的酒店进行的，声音和在家里会有细微的不同，希望大家理解。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